活着。妹子啊，我是说，你没死啊？我当然没死，我无意冒犯师祖，师祖只是给我个教训，小惩大戒罢了。我一定会谨遵教诲，日后谨言慎行。师祖今日如何？哦，他呀，不行。老板的八卦怎么能随便说？报告师姑，师祖一切都挺好的。能侍奉师祖是你的荣幸，你好自为之吧。那看来这师祖说杀人是故意吓我呢。这么一说，这师祖怎么一点都不像师祖，像个小学鸡一样？那或许这师祖除了脑子不太好之外，也不是个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就嗜杀的主。妻子，你去把塔外的结界消了，以这魔域奸细为由，把门打开，老鼠会顺着缝隙溜进来。至少不用上班打卡，睡得好舒服。没水了。这名弟子似乎很得师祖喜爱，能够自由出入中心塔。是啊，不知道他有何特殊之处？难不成只有修为低才能接近师祖？谁知道？你怎么还没死？惭愧，我这个人呢比较低调，就还没有遇到危险。先前让你在大殿上逃过一劫，算是你命大。你最好别对师祖有什么下作心思，否则，你迟早都得死。怎么？哦，你是怕他先你一步，获得师祖的青睐吧？就凭他一个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低等灵根，他也配？低等灵根又如何？难道修为高、出身好，就天生高人一等吗？那是自然，怎么也入了？你出身卑贱，所以跟他惺惺相惜了？我劝你啊，最好再找一个同伴，他的身份比你这个低等灵根还要低。这位同事，这位师姑，你觉得我是个废柴可以，怎么搞起人身攻击了呢？你仗着自己修为高，就欺负能力比你弱的人，是不是气量太小了？满口胡言乱语，果然物以类聚。之前他们那么辱骂你，你都没有反击过，今日怎么愿意帮我出头呀？他们看不上我这个落后分子，我可以理解，但不能借题发挥，拿人的出身说事儿，太过分了。虽然我不能完全听明白你在说什么，不过我听得出来，你没有瞧不起我。
你长得这么漂亮，能力又好，我欣赏你还来不及呢。我的感谢礼物，很甜的，你试试。谢谢。我真的越来越喜欢这儿了，又不用上班打卡，还遇到了好同事。虽然也会碰到那种爱搞职场斗争的内卷狂人，不过只要我不掺和，也能活到大结局。上什么卡？内卷？这些都是什么？我不是很明白。哦，你就当成我们青谷天独特的说话方式好了。哦，这样。你真的对师祖无所求？我这个人没有什么好奇心和好胜心的，我只想舒舒服服的苟住。就是活着，每天一觉睡到自然醒，吃好睡好。真的吗？那些仙门自诩修仙济世，心系苍生，实则个个都暗藏着肮脏的欲望。而你不一样，你虽然受人欺辱，却还能寻得自在，回归本心。我想，这山中一定没有第二个弟子，能活得有你这般透彻。你这说的是我吗？学到了，说话的艺术。不过你不也是庚辰仙府的人吗？你怎么说的自己跟他们不是一路人一样？一路人，异乡人罢了。以后我们就是姐妹了。好。我这次竟然不敲门就能进来了。又要爬楼，不爬行不行？不想死就跟上。这上班路途太艰辛了，没有保障又不给工资，比资本家还黑。以我浅薄的玄幻世界认知，这东西一定十分珍贵。老板，你听到小孩的哭声了吗？你每日过来，给这东西浇水，它一旺盛，我便烦躁，想杀人。你认真的吗？这个花上面顶着火焰，不会浇灭吗？要能浇灭它，也是大功一件。跟我走。哦。本以为来到修仙世界就不用加班了，没想到这里比现实世界还要可怕。我们那里不加班，大不了就丢工作；在三圣山不加班，可是要丢命啊！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呀？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摆脱这个大魔头啊？你在想什么？啊，老板，我在想，你可以去忙别的，我不会偷懒的。你总说老板，究竟何为老板？老板就是我不停给他干活，他不停给我发奖赏的人。那和养牛马有何区别？
你这观点不错啊，我们那儿也有类似的说法。你为何不用术法做事？你本就修为不高，才堪堪炼气，而炼气之上还有筑基结丹、元婴化神、炼虚合体、大成渡劫，这辈分也是最低的。兴许是那选人的仙官一时出了差错，才会把这样的选拔机会给你。我修为好像很低，不太会用。之前脑子受伤了，很多事情不记得了。你喝了我的血，如今至少已经达到筑基的境界。我这就已经筑基了。我会魔法了。终于放弃掩饰自己的魔域身份了，多少坦诚了几分。快来！哦，怎么换个世界还是不能躺平啊？别人穿越是天命之女，我穿越是社畜之魂，没钱没假期，还要看老板脸色。以前天天敲键盘，现在天天玩抹布。人生不能摆烂，快乐只少一半，本来就烦，还要和熊孩子斗智斗勇。哎呦！坏蛋，疼死我！我要烧死你！你还会说话？这里还有别的东西吗？暂停啊！修仙世界，火焰会说话也很正常。火苗小朋友，我也是听老板的安排。那个，你多担待哈。好朋友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管你是谁啊，老板的话我得听哈。不好意思啊，师门专业种地的，你且忍忍，我很快。斗不过师祖而已，可你这小屁孩都还是绰绰有余的。感觉身体要被掏空了，怎么修仙世界的幼崽也这么精力旺盛？天天爬着鬼楼梯，累死我了。干的活比牛多，没工资没合同，纯纯压榨。好在老板经常不出现，同时大黑蛇也很好相处。工作对象虽然喜欢吐火，但很好接近。我要烧死你！爱娃太不容易了。我求求你了，不要再教我了，我好难受。我星子都吐不出来了，应该差不多了吧？司马昭说你也是庚辰仙府的弟子，那你下次不许再给我浇水了。我不给你浇水，我老板那儿怎么应付啊？你不是他的女人吗？还需要花心思应付他？我请问你是从哪儿得出这个结论的？他能带到这里的，肯定是他的人。你是女人，就是他的女人，有什么不对？这逻辑鬼才！司马娇，别用那种眼神看着我，用你们的血供养凤山灵火，本就是司马氏的宿命。你别以为将我练出了分身便能摆脱我。我们同生同死，这种命运，你永生永世都别想摆脱。这样看，三圣山这个工作环境还不算太恶劣嘛。唯一不足的就是修真界大家都不吃不喝的，不能点外卖，生活少了不少乐趣啊。
老板，老板，上下级要保持一定的纪律啊！胡言乱语。你就是这么侍奉人的？我已经很努力了，好不好？说到这儿啊，咱们好像从来没有讨论过劳动合同这个问题。这儿虽然没有什么劳动法，但是该有的待遇还是不能少的吧？说吧，想要什么？嘿嘿，要您发工资应该不太可能。每周的双休您得保证吧？转来转去，要的还是这个。啊？司马娇果然有弱点，此事须得尽快告知公主。且慢，三圣山只进不出，如若我们以死脱生出山传信，难免会引起司马娇怀疑。何况那廖廷彦日日待在中心塔内，我们必须要让廖廷彦离开司马娇，以免破坏新月夜计划。就凭他的修为，还成为不了我们的阻碍。现在是不会，如若他跟随司马娇修炼，我们都不是他的对手。那你的意思是？一箭双雕，金蝉脱壳。惦记司马娇的大有人在，星之宫不就有一个吗？姐姐，你听说了吗？那个四世之宫的弟子廖廷彦，很快就要搬入内殿了。前不久才得到师祖青睐，竟这么快与师祖同住，这个女修到底做了什么事？要是被他抢了先，咱们星之宫可就……哪能由他肆意妄为？我们走。佘兄，看我用我神乎其神的画技，还原出了你的威风凛凛。哎呀，还生气了呢？你相信我，陆林这个人很看重朋友的。下次见面，我替你跟他求求情，他就会把蛇心还给你了。你们想干嘛？你不潜心侍奉师祖，还有闲情逸致在这纳凉作画，这是对师祖不敬。不必与他多说，做正事要紧。我没得罪你们吧？有话好好说，你别动手行不行啊？少废话，姐姐，快！今日我就来替师祖教训一下你。我就想做条咸鱼，这么难吗？他们把廖廷彦抓走，是想利用他来逼我出手。他只是一个魔域奸细，若是能活着助我完成大计，伤便伤了，与我何干？都说过我没所图了。再说，我怎么敢打师祖的主意？山中有那么多人，他凭什么选中了你？一定是你用了什么术法。今天，我就要为师祖清理门户。一个普通的3灵根，怎会如此难对付？姐姐，我们这样强行运功是会损耗元气的。事已至此，顾不了那么多了。你们欺人太甚！这怎么使啊？好疼！成功了，这是我用师祖您帮我提升的修为变出来的。我为你提升修为，你就拿来做这些。这能让你开心啊，不好吗？妹妹，
趁现在，让我们杀了他，永绝后患。师祖，三圣山岂是你们能撒野的地方？师祖饶命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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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不容易日子有些趣味了，都被你们毁了。你为何杀他？师祖，他拜入40之宫才没多久，且修为甚低，而我是来侍奉您的，怎么能让这么一个祸害留在您身边呢？说，你是来做什么的？我是来成为师祖的侍妾的，我要得到一个司马家返祖血脉的孩子。一旦凤山一族的血脉有了继承人，我们将困杀师祖，夺取灵火，为庚辰仙府解决一个大患。而我们星之宫就能成为庚辰仙府的主人，而我就能成为下一代公主。那你呢？又是来做什么的？我讨厌云溪月，我是来抢夺他机会的。怎么过了这么多年，你们还是这些没长进的套路？返祖血脉1000年都未必能孕育出来一个，我一死，整个庚辰仙府都完了。什么公主，什么卖主，你们所有人都得陪我一起死，明白吗？师祖，我……如此，只差最后一步了。看来，还得再费些心思，教他如何杀人。停业！师祖，庭燕她这是怎么了？是西月跟婉晴，竟连神识都没有留下，师祖怎会下此毒手？他当真毫无顾忌吗？他
他能有什么顾忌？宋景山的弟子接连被杀，他若不是现在被困在三圣山，恐怕我们整个庚辰仙府都要被他给杀了吧。又灭了一盏，是阴之宫的。公主，我是特意以死寄魂出山来向您传信的。有何重要消息？今日我们偷偷潜进师祖的中心塔内，新月夜就要来了。我在这里被关押了500年，修为被压制，日日遭受折磨。而这第一个新月夜，就是我最虚弱的时候。你可要替我好生护法，否则我会有性命之虞。新月夜是他500年难得一遇的虚弱之时。师祖是如今唯一可以供养凤山灵火之人，倘若被有心之人利用此事加害师祖，那该如何是好？师祖有多强，大家都知道。在他上世总角之年的时候，我们的父辈便耗尽心力，集8宫血脉，才将他封印于山中。地公主、阳公主、阴公主，当年你们也参与其中，最是清楚。一个新月之夜，当真会让他削弱至此吗？端看新月之夜的当天，灵脉是否会变弱即可。若师祖当真虚弱，整个庚辰仙府的灵脉自然也会变弱。师祖体内的封印法钉令他无法自戕，这一点是做不得假的。各位，此事事关师祖和整个庚辰仙府。明夜便是星月之夜啊！倘若灵脉有所变化，大家务必及时护法哦。田燕，你醒啦？若灵。我赶到的时候，你已经倒在地上了。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何事。不过我闻到四处都是血腥味儿，兴许是哪个弟子惹怒了师祖，被他杀了。司马昭这个人虽然有些时候神经兮兮的，但我接触下来，发现他不是一个嗜杀的人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我晕倒前，云溪月那群人在找我麻烦，我还受伤了。可是我刚刚检查过了，你身体上没有受伤的痕迹。难道是司马昭救了我？师祖竟会救人？莫非是师祖对你真的有别的心思？哎呀，不可能，肯定是因为我是他的移动空调。就是我能给他降温，减轻灵火对他的灼烧感。灵火并非凡品，庭燕的身体竟然能给司马昭降温，难道他是来自魔域的极寒之体？原来如此。哦，对了，今天多亏了那条小黑蛇给我通风报信，我才及时赶到。哎，说到蛇兄，他人其实挺好的。上次也是误会，汝灵，你能不能把蛇心还给他呀？还好庭燕平安无事，还是得谢谢那条黑蛇。
蛇兄，别来无恙。不对，说无恙似乎不太妥当。之前是我太鲁莽，我以为蛇兄吞了我的好友庭燕，这才误会了你。今日我向你赔罪。我听说蛇兄喜欢喝这个，我便带来了。你可是要这个？老鼠会顺着缝隙溜进来，而这第一个新月夜，就是我最虚弱的时候。那些溜出去报信的弟子，会诱使山外公主趁虚而入。公主，新月夜是他500年难得一遇的虚弱之时，但只靠传言，还远远不够。端看新月之夜的当天，灵脉是否会变弱即可。师祖体内的封印法钉令他无法自戕，这点是做不得假的。你今日无需再干杂活，只需学会一种杀人的术法。还记得我是怎么教你的吗？往哪里刺最好？动手！你们干嘛非要输啊？我与灵火融为一体，一旦我的心脉受损，与灵火相连的灵脉便会受到影响。只有8大公亲眼看到我身体虚弱的征兆，他们才会不顾一切的进山。灵脉果然被减弱了，好机会，也会被你抢先。让你刺伤我，是使这个计划成功的最后一步。那您自己捅自己一刀不就行了吗？干嘛要我动手啊？庚辰仙府那些老东西，怕我在三圣山与这仙府的灵力同归于尽，在封印我的钉子上加了禁制，让我无法自戕。所以这一剑要由你来刺。再者，不给你这个机会，怎能让我彻底辨别你当真无害我之心？拿自己的命当赌注啊！您可真是一个狠人。你是不是想骂我？没有啊。
你是不是想骂我？是。骂来听听。杀人狂，大混蛋，你满意了吗？那你是否想杀我？不想。你不是困了吗？去睡吧。又狗过了一天。司马娇在这里被封了整整500年。现在终于出来了，为什么他看起来并不开心呢？这仙府定藏了不少秘密，再让那群人苟延残喘些时日，公主，这贱奴竟想要夺位！究竟是什么东西，竟能炼化公主的内丹？难道你是公主的直系血脉？不会是公主女儿吧？公主女儿？不然，我如何炼化她的内丹？拜见公主！拜见公主！拜见公主！从今日起，阴之宫由我叶入灵掌管。若有不服，尽管来战。弟子不敢。拜见公主！司马娇，你也算是做了一件好事。他真是个奇怪的人，睡觉而已，也值得这人如此痴迷。怎么回事？我就补个觉而已，怎么就被睡了？不知道师祖还要疯到什么时候。这些人对他来说不过是蝼蚁，估计我在他眼里也一样。算了，能活一天是一天。将羡慕一念山河明辨，多少灵魂遁入一谎言。风一脉，灵火相牵，不见天明，偏与你缠绵。这爱万丈，如大雨滂沱天地间。风月自言。
最爱无言。如果爱上时光，就算这一世万劫不复，也仍要和你纠缠，生生世世不换。当漩涡一面闪而明别，多少灵魂遁入云荒野，风一脉灵魂相牵，不见天明，便与你缠绵。最爱万丈，如大雨滂沱天地间，风月残烟，弹指间爱可以幻灭。最爱无言，如果爱像时光，就算这一世万劫不复，也仍要和你纠缠。这方寸之地，竟求了我500年。最爱万丈，如大雨滂沱天地间，风月残烟，弹指间可以幻灭。最爱无言，如果爱像时光，就算这一世万劫不复，也仍要和你纠缠，生生世世不换。师祖，白鹿崖内已准备妥当。师祖，当年那场大火之后，弟子就将这白鹿崖重新修葺了一番。虽然往日的风采已不在，但是一切的事物依然如旧。师祖尽管和这位弟子安心住下。过来。弟子知道师祖不喜被人打扰，弟子特意选了一些傀儡人，他们既无意识，也无灵魂，方便师祖差遣。师祖闭关之时，师某没有办法侍奉左右。今日师祖已经出山，师家就应该尽司马家祖辈赋予的义务，不然师家在庚辰仙府也不知道该如何自处了。请师祖成全。师长们，师长们一心维护司马氏，却还能在与八大宫的斡旋之中全身而退，费心了。我会为师祖守好庚辰仙府，等着师祖归来。风景好是好，只是白鹿崖里只有我一人面对这弑杀的诅咒。
不知道我这条小命还能留多久。你没休息好吗？啊，不是。那为何今天不如往常一般模样了？我往常啥样啊？问题不少，废话很多，还尽是些我听不懂的胡言乱语。你在想什么？我在想，那些人一定要死吗？你想替那些人伸冤吗？我只想知道原因。师祖居然没生气，脾气和猫一样难以预判。喜欢这里吗？喜欢。我讨厌这里，但这里毕竟是我的家。哎，这花在三圣山见过啊。小命差点不保。这些花叫日月幽檀，花的种子是司马氏族人死后身体里留下的骨珠。啊，一颗骨珠便能种出一株日月幽檀。那这不就是墓地吗？这么多花，得死多少人啊？司马氏族人死后，身体留不下来，能留下来的只有一颗珠子。以前留存了很多珠子，一部分被我撒进了三圣山，另一部分被我撒在了这里，然后就开出这些花来了。真是惊悚又浪漫。我送你一朵，自己选吧。可我摘花，您不会杀了我吧？还有，这日月幽檀最奇特之处就在于，恶人死后骨珠种出来的花，则是无药可解的剧毒，而善人的骨珠所种出来的花，则是可解毒的灵药。只不过这些花都样貌相同，无人能分辨出来。那我这朵不会是毒花吧？好像没什么事儿。哦，这样说的话，在三圣山那晚，玉蓉蓉是因为摘花中毒才死的呀？哼，贪心的人运气一向不好。还好，当时这花我都没敢动。不过这无药可解的剧毒和可解毒的灵药，不就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吗？看你现在还能站在这里，选的应该是灵药，嘿，运气不错。嘿嘿嘿嘿。我是被花毒死了吗？这里是哪儿啊？这不是师祖的小火苗吗？小火苗，都给我滚！看见你们就烦。连声音都不一样，看来不是同一簇啊。你的脾气为何总是如此之坏啊？胡说，你来的时机总是不对而已。他怎么和师祖一样用血供养灵火啊？那我明日来时，能否遇上你脾气好的时候呢？我又不曾向你发火，谁让你们那些司马氏族人总是惹我心烦？原来他是师祖的族人。这里看起来像是从前的白鹿崖。司马鄂，你莫要再执拗下去。我不愿嫁，我绝不嫁。
延续凤山一族的纯粹血脉，供养灵火，是我们司马师的使命。那我应该尽的是他的记忆。我并不爱他。胡闹！家族使命岂能用儿女情长来衡量？你与司马师同宗但不同脉，生来便肩负着延续凤山的重任，成婚一事合理合智。你们想逼我成婚传嗣，肯定又是那八大宫的主意。你看我们如今，哪还像庚辰仙府的掌管者，只是八大宫延续仙府荣光的傀儡罢了。这关乎着庚辰仙府的繁荣与安稳，鄂儿，你就别再固执了。滚出去！再不走，我烧死你！太惨了，婚嫁不能自主，还要被 PUA 背负起一族的兴衰。不过，八大宫怎么还干逼人结婚传嗣的事儿？如此活着，与笼中的囚鸟有何区别？只要我存在，司马氏的命运便无法改变。这就是人心的贪婪，把我们逼至绝境。若有一天，世间再无凤山灵火，司马氏一族或许能得到解脱。可如今，师祖依旧在供奉灵火。婚礼？啊，他最终还是妥协了。秋风萧瑟，星月斑驳，染指这沉沉的寂寞。烛光微弱，人影婆娑，黑夜里闪烁。用笔勾勒光的颜色，温暖你冰冷的魂魄。回忆停泊，思念铭刻，却无法触摸，循着沙砾的脉络，化身为灵火，燃尽这所有的因果。